总的来说呢，2026年的财政预算案是一个开源节流、精准扶助、投资未来的预算案。我个人对这个预算案的内容其实感觉没有什么大惊喜啦，老实讲，大家万众期待的2026年财政预算案终于出炉了。国家明年打算怎样花钱？哪些政策会影响到我们的钱包？不用担心看不懂啊，因为今天这一支视频呢，我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带你快速看懂这份预算案里面的内容。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开始了。首先呢，我们来看国家的大环境。好消息是，政府预计明年的收入会增加到3431亿令吉，同时财政的赤字呢也是会继续降低到3.5%的。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国家的赚钱能力变强了，欠钱的也是变少了，不是说没有欠钱，是有变少了，整体是往好的方向是发展的。而且政府还成功追回了接近155亿令吉的资金，这笔钱呢就可以更加好的用在其他的发展上面了。OK，那政府的钱是从哪里来？又打算怎么样花掉呢？首先有两样东西会起价啦，那些喜欢喝2杯的朋友要注意了啊，因为酒精饮品的税务会调高到18%，然后烟民朋友的荷包也是会缩水了，因为每支香烟价格会上涨2%。然后在花费的方面呢，最大的改变就是津贴的制度咯。以前那种大翻锅的那种津贴比如说油价的补贴，未来会改成更加的目标是津贴，也就是说政府会更加精准的把钱只给到真正有需要的人的手上。这一项改革呢，每一年预计能够为国家省下155亿令吉。来，大家最关心的部分来了啊！OK，有哪一些好康呢？是直接到我们的手上的。第一个呢，就是100令吉的电子现金 SARA，政府会再一次的向全国2200万名18岁以上的公民发放100令吉的 SARA 援助金。第二个是 SDR，第四阶段呢，2025年的第四阶段的款项会提前到10月18号发放的，让大家更加快拿到钱。然后那一些零工经济的福利呢，就是比如说做 Grab 富班的那些朋友，OK，如果你们要自愿缴公积金的时候，政府的配对补贴基金会提高。OK，cuti Malaysia，第四个就是在国内旅游的开销呢，可以享有最高1000令吉的个人所得税减免。第五个就是保险的啦。以前呢，我们买个人保险，那个人寿保险的时候只能够扣自己的嘛，现在连帮孩子买的保费也能够扣税了。OK，除了直接派钱给我们呢，政府这一次也把重点的拨款到几个有潜力的领域啦，希望就是能够带动发展，然后为大家制造更加多的饭碗哦。所以有哪一些呢？第一个就是加强技职教育 TVET，首先是年轻人和家长们都很关注的 TVET，政府这一次加码到79亿令吉来发展 TVET。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培养更加多市场需要的技术人才，比如说工程师电工烘焙师等等的，让这些年轻人学的一技之长，毕业过后就更加容易找到好的工作，薪水也更加的高。然后第二个就是关系到环保的就业机会了。如果你是热爱大自然的，这个机会来了，因为政府将会拨款8000万令吉，直接聘请2500名森林的巡护员。这不只是保护了我们这个森林的资源，也实实在在的创造了更加多的就业机会。然后第三个，如果你是喜欢看电影的朋友们，未来我们就可能会看到更加多的 Made in Malaysia 的大制作了。OK，因为政府在准备了1亿1000万令吉作为奖励，吸引国内外的电影制作团队来 Malaysia 取景拍摄，这会为我们的本地导演演员摄影师还有幕后工作者带来更加多的工作机会了。OK，一个好的预算案呢，不只是解决眼前的问题罢了嘛，就更加要为国家未来铺路。所以这一次政府在几个关键领域投入了重金。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教育为重之重。教育部获得了662亿令吉，是史上最大的拨款，又是史上最大，要用来建38所新学校，提升超过520所旧学校，而且贫困家庭的学生将有机会获得免费高等教育，免费上大学。然后第二个就是医疗的咯，卫生部拨款也增加到465亿令吉，
公共医疗人员的值班津贴也提高大概48%。政府推动价值20亿令吉的主权 AI 云端计划，确保我们在人工智能时代之后不会 outdated。最后呢，我们就来看几个会直接影响到相关市场的政策，尤其是在做生意啊，还有投资的朋友们可以留意一下啦。第一个就是关系到房地产市场的。OK， 各位要买房的朋友注意了，尤其是如果你是首购族，你第一次买50万令吉以下的第一套房子啊，这一个印花税的豁免。政策呢将会延长多2年到2027年的12月31号，所以这个对首购族的市场来讲，绝对是一个好消息，能够继续帮年轻人上车。第二个就是汽车的市场啦，家里有超过20年的老爷车的朋友啊，政府会给你最高4000令吉的配对津贴，鼓励你报废旧车，换一辆全新的国产车。OK， 这可能会刺激一波这个国产车的销量啦。然后下一个就是消费者的权益，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柠檬法 （Lemon Law） 终于要来了。以后呢，如果买到有问题的产品，特别是车啊，消费者的权益会更加有保障。总的来说呢，2026年的财政预算案是一个开源节流、精准扶助、投资未来的预算案。政府在努力增加收入、减少浪费，同时，也通过目标性的援助，对教育、医疗还有长期投资来照顾人民和国家的发展。我个人对这个预算案的内容其实感觉没有什么大惊喜啦，老实讲，平平淡淡这样子。不知道你对这一次的预算案有什么其他的看法？欢迎在下面留言去告诉我你的想法，大家交流一下。然后，如果你喜欢这一个懒人包视频的话，记得按赞、分享，还有订阅我的 YouTube channel，like 我的 Facebook page。我是民生呆，我们下一个视频见，拜。